因為咧，我最中意食嘅公仔麵咧，我覺得佢呢個價格咧，依家係特別平，而我亦都預咗咧，佢嘅價格咧會上升，所以咧，我今日咧就全部都買晒啦。大家都會預咗咧，自己心目中喜愛嘅商品、產品或者係食物，任何嘢佢嘅價格都可能會升或者跌。佢哋咧為咗鎖定自己可以承擔到呢個公仔麵嘅價錢，所以咧佢哋就做呢個對沖嘅動作啦。翻嚟 studio 啦，最近咧我就收到好多人咧問我同一個問題，佢哋喊晒口咁樣問我 Ring 大跌市啊，其實係咪仲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做到咧？其中咧有啲問題咧係特別問到點樣用對沖工具。講到對沖咧，其實應該好多人都發覺我呢個 Ring 先嘅 channel 咧比較少提過用對沖呢個工具，因為咧我發覺呢度太多嘅絕注同埋新手啦。如果我冇做一個咧完整嘅教學咧，令到你哋知啲唔知啲咁樣亂用呢啲對沖工具咧，其實係可以令到你傾家蕩產。相反，我認為如果你唔想再做豬豬嘅話咧，其實係應該要調翻轉，將呢段影片咧當成你嘅教科書，去學一學呢啲對沖工具裏面嘅好處同埋最重要佢嘅風險係乜嘢咧？不過因為講到對沖咧，就唔係每一個交易平台咧都有足夠嘅對沖工具咧俾投資者選擇，所以咧今日咧我就揾咗 Saxo 咧去贊助呢段影片啦。Saxo 咧有提供好多齊全嘅對沖工具。Saxo 咧係一間持牌嘅丹麥銀行啦，佢哋可以買賣全世界唔同嘅股票、債券、外匯同埋期貨等等。例如你買入咗 S&P 500指數嘅股票基金，你又有水晶球喎，你又預測到不久嘅將來之後咧，你會見到呢個市場會大跌。咁喺大跌市之前咧，你嘅選擇有幾個？第一就係賣出所有嘅股票離場；第二就係咩都唔做，淨係等；第三你做對沖。咁你自己又係邊一隻類型呢？一、二定係三呢？無論你選擇咗係一、二定係三，你自己有冇後悔過呢個決定呢？雖然咧我自己比較贊同第二個方法就係瞓覺啦，或者咧我會再趁低吸納去入貨。但係有啲人呢，如果你叫佢瞓覺或者咩都唔做呢，佢哋反而好辛苦嘅喎，又覺得好似過唔到自己個關咁樣。所以咧，一啲經驗較多嘅投資者咧，佢哋就會選用第三個方法，即係做對沖啦。假設你係一個投資者，你買入追蹤 S&P 500嘅指數嘅股票基金，當然啦，你買入啲股票基金，你就唔係即刻已經買入去好似火箭咁樣升上去噶嘛。當中咧係會有唔少嘅波動，而有時咧呢啲波動咧嘅波幅係可以好大嘅添。而因為你有水晶球，你預測到咧呢個市場裡面喺某一個特定嘅時間裡面咧會有一個大跌，你就可以買入一啲金融嘅工具咧做呢個對沖動作，減低呢個波動性啦。做法就好似呢個公仔咁樣，呢個公仔兩邊係扯住橡筋線。一般嚟講，普通嘅橡筋情況之下咧，呢個公仔咧係可以上下喐動得非常之大，即係佢嘅波動咧好大啦。呢一啲橡筋咧係一個對沖工具，你加入越多嘅橡筋咧，呢個波動咧就會越少。呢一個係你嘅 portfolio， 你有40萬投資咗喺 S&P 500呢個指數基金裏面。當時咧呢個 S&P 500嘅指數咧係2500點。假設呢個 S&P 500跌咗8%，即係大約200點，你就損失咗咧32000蚊啦。但係假如你喺跌市之前做咗對沖，做空咗 E-mini S&P 500嘅期貨合約嘅話，你可能可以減少損失。每一張期貨合約嘅價值 notional value 咧，名義值咧都係唔同。名義值咧即係指期貨嘅價格乘以期貨嘅倍數，即係 multiplier 啦。例如 S&P 500嘅期貨價格喺度係3500點乘以50蚊 ，E-mini 嘅固定倍數咧通常都係50蚊。一張期貨嘅合約嘅名義值咧就係175000啦。咁喺 S&P 500下跌咗200點嘅時候，你一張合約咧就有利潤啦。你嘅利潤咧就係50乘以200，即係10000蚊嘅利潤。而呢個回報咧會抵消咗你部分嘅損失，令你嘅損失咧由最初嘅32000蚊減少至到22000蚊，即係話你嘅整體損失咧由-8% 減少到去-5.5% 啦。喺度係未包一啲對沖上面嘅手續費同埋佣金嘅。咁聽上去咧係咪真係好似好好咁樣咧？你一定會話啦，咁 Ring 係咪應該個個咧都要做對沖咧？喺對沖工具裏面，某一啲工具包括呢個期貨指數咧，都係相對有高嘅風險。你可能又會聽過有人話期貨會害死人，有啲人咧甚至因為期貨炒窿咗咧而欠下巨債，永不翻身。
其實喺期貨裏面最高嘅一個風險咧，就係槓桿。好，依家咧我假設，我認為咧黃金嘅價格咧將會上升，所以咧我就決定買入黃金嘅現貨，我就俾咗50萬嘅現金去買入。但係咧假設我嘅眼光唔好，睇錯市，依家咧黃金嘅市場價格咧跌到去25萬，而我嘅淨虧損咧亦都係25萬。但係因為咧我係以現貨嘅形式去購買啦，我嘅虧損率咧就係25萬減50萬除以50，即係我嘅虧損率咧就係負50%啦。好，另一個例子，假設咧我亦都係認為黃金嘅價格會上升，所以咧我就決定買入一份黃金嘅期貨合約，亦都支付咗券商要求嘅保證金5萬。假設我嘅眼光又係唔好啦，睇錯市，依家咧黃金嘅市場價格跌到去25萬，我要履行合約，咁咧我只係收翻25萬，係咪咧？我嘅淨虧損係咪淨係25萬咧？但係由於我使用咗槓桿，我嘅初始投資金額咧就係5萬，所以咧我嘅虧損率咧嘅算式就係25萬減以50萬除以5，其實我嘅虧損率咧係高達500%。因為咧我用咗槓桿啦，所以我嘅虧損率咧係可以放到好大、好大、好大。喺呢度亦都解釋咗點解有啲人會變得一無所有、輸晒身家咧。其實對沖咧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風險嘅。第一，對沖嘅複雜性咧係非常之高。頭先嗰個例子都話咗俾你聽啦，無論係你入場或者離場嘅時機咧，都會直接影響到你個 portfolio 嘅表現。無論入場同離場得太早或者太遲咧，呢啲時機都係唔容易捕捉嘅。即使你本身就係諗住利用呢個對沖咧去減低你嘅損失，但係因為咧冇人係有水晶球啦，冇人係可以100% 咁樣預測到咧市場未來嘅走勢，所以如果最後呢個市場嘅表現唔係如你想象一樣咧，走咗反方向嘅話，其實你唔做對沖咧，可能更加之好。第二就係成本啦。通常對沖嘅工具咧都涉及一啲成本，例如券商嘅手續費、交易費等等。所以喺你利用呢個對沖工具之前，你應該先問問自己，當你用到呢個對沖工具嘅時候，所得到嘅潛在利益咧，可唔可以抵消翻呢啲成本呢？第三就係呢啲對沖工具咧，對一啲長線投資者嚟講咧，可能意義不大。假設你買入呢個股票嘅目標年期咧，其實係講緊3至5年，即係你冇諗住咧喺幾個月之後咧就賣出㗎啦。即使你認為咧股票喺短期內會有一個波動甚至大跌，但係就算大跌真係發生，你有嘅只係一個賬面上面嘅損失，而唔係你真實損失嘅數字，因為你冇買到。所以即係對長線投資者嚟講咧，呢啲對沖工具咧可能個意義咧就不大啦。第四就係心態上面嘅錯誤。記住對沖嘅目的咧，其實唔係為咗賺錢，只係為咗咧防止嚴重嘅損失。但係咧好多人咧就睇中咗呢個期貨呢個高槓桿、高回報呢個特點。佢哋買期貨冇用嚟做對沖，佢哋只不過係單純咁樣咧攞嚟炒賣，目的咧就係以小博大。但係可以講咧，呢一種嘅操作手法係非常之危險，隨時會損失慘重。當然啦，對一啲經驗豐富而又很守紀律嘅交易員或者係投資者嚟講，使用呢啲對沖工具咧，係其實可以幫助佢哋喺唔同嘅市況之下咧，有更多嘅選擇。你可以喺 Setso 裏面咧簡單咁樣揾翻期貨，你就會發現 Setso 有一系列嘅全世界嘅期貨任你選擇，當中包括貴金屬、農產品、原油、外匯、股票指數等等，而有關嘅商品期貨咧，亦都有好多選擇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咧，可以上翻 Setso 嘅平台參考翻咧保證金嘅條件。你亦都可以喺 Setso 裏面咧透過進階期貨工具交易啦，包括期貨點差交易、深度交易程式同埋顯示期貨價格嘅行情。呢度咧就係 Setso 嘅期貨交易頁面啦。你可以見到佢咧好清晰咁樣列出即時嘅資訊，佢嘅時間啦、銷量啦，同埋買入賣出嘅數據等等，你都可以咧同時落盤嘅方式部署多階段嘅期貨策略，由相同嘅訂單咧買入同埋賣出產品。另外咧，上次嘅迎新送股呢個活動咧，佢反應非常之好啊！咁喺上次嘅活動裏面咧 ，Setso 已經將佢哋手上嘅蘋果股票咧已經全部送出啦。而 Setso 咧依家就延長咗呢個開戶迎新優惠。假如你係開新嘅香港賬戶嘅話咧，完成 Setso 定下嘅任務咧，就可以送一股 Tesla 或者 Amazon 啦。詳情你可以 click 翻下面資訊欄裡面嘅連結了解一下。你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，你自己以前有冇試過做 hedging， 即係對沖嘅動作呢？如果有，你用嘅工具又係乜嘢呢？ Ring 意思係呢個平台做咗好多唔同嘅教學短片。如果你想進一步咧了解多啲，去點樣睇翻估值啊，了解財務數據啊，同埋了解呢個公司分析佢嘅財務狀況等等呢啲資訊咧 ，Ring 咧都做咗呢個課程，可以俾大家咧報讀一下。咁我呢個課程豬豬變做專業投資者課程
程裏面咧，都有教大家點樣做估值啦、財務數據分析啦，同埋咧去點樣閱讀呢啲財報嘅。如果想了解多啲，都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連結。好，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，記得 click 翻 like、留言、share 同埋訂閱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